Luxor Mainnet 真的要来了。就在4月18号晚上的时候呢，官方就突然发布了这一个文章，分享了关于 Part 3的消息。想必大家都知道啊 ，Part 3是大家最期待的文章嘛，因为一旦 Part 3的文章一出来啊，出港的时间呢就是在1个月后，也就是5月20号。昨天他发的这个推文就是 Part 3啦。也宣布了将会在4月20号进行 Genesis Validator Deposit。1个月后呢，主网即将上线。这部视频呢，我将带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最后呢，我也会给出我的看法，而且还会告诉你必须关注哪一个 LG 的 OG。他们在早些时间呢就知道了4月18号将会公布 Part 3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就跟我继续看下去。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这个频道，我是必须那马哥。无论你选择投资这些项目还是加密货币领域的其他山寨币，必须注意，我不是金融或投资顾问，我的建议呢只供大家参考。我很开心可以获得 Bybit 和香港著名的 CoinX 交易所的支持，这两家交易所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安全记录，建议你可以试试这两家可靠的平台。Bybit 最近呢有一个以太坊上海升级活动啊，2023年4月12日晚上10点27分 UTC 呢，与 Bybit 一起庆祝，见证加密货币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从质押、流动性挖矿到杠杆交易，我们可以在 Bybit 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加以太坊的收益。方法一呢，就是抵押以太坊，或在现货市场购买 STETH 以获得日常收益。通过 Bybit Earn 质押以太坊铸造 STETH， 或直接在现货市场购买。第二，同时赚取和交易，在 Unified Trading Account 中呢，使用 STETH 作为抵押品，然后在 Bybit 上进行交易。第三，为 Web3 提供流动性，赚取收益。通过 Bybit 的钱包质押你的以太坊 STETH 或者是其他的资产，赚取 Liquidity Provider 奖励。活动一呢是2023年的 Supreme Scorer， 活动时间是在2023年4月4日10点 UTC。到2023年4月25日10点 UTC， 在此期间呢，根据价格变动进行预测，赚取积分，分享 Bybit 的8万 USDT 奖金池。活动二呢是以太坊上海 Trading Bash， 活动时间是在2023年4月4日10点 UTC 到2023年的4月21日10点 UTC， 在此期间呢，交易选定的附身品合约以提高排名，你的交易量越大呢，排名越高，你将会从45万 USDT 奖金池中赢取更多的奖金。建议大家使用我的链接参与以太坊上海升级活动。首先呢，这篇文章是说关于 Luxor 项目的 Genesis 验证器的介绍。那 Luxor 呢是一个关于服装业的区块链，专注于时尚、设计、艺术、游戏等领域了。在这一篇文章中，项目方分享了 Luxor 的网络即将启动 Genesis 验证器的消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代表着网络即将完善和发展。Genesis 验证器在区块链网络中呢起到关键的作用，他们负责验证和确认交易，确保网络的安全和稳定。在 Luxor 的网络中呢，验证器们将共同确保平台的去中心化和可靠性。在这里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消息 ，Luxor 即将在4月20日下午4点20分 UTC 启动 Genesis 验证器。文章概述了一个联合提案，是由 Foundation for the New Creative Economies Foundation 或者是 Fancy 和 Luxor 区块链有限公司 LBG 共同提出了。Foundation for the New Creative Economies 是一家来自于 Zug 的 Swiss Foundation， 致力于支持 Luxor 的生态系统。而 Luxor 区块链有限公司呢，则是一家德国的公司，负责组织2020年的 Luxor Reversible ICO， 也就是 RICO。RICO 呢，当时的价格好像是 0.1美元，有买的人呢，基本都是发达了。好，接下来呢，就是2023年4月3日和4日啊 ，Foundation 举行了首次董事会会议。在会议上呢，基金会和 LEG 签署了一项合资协议，共同提议设立 Luxor 区块链 Genesis 节点，这是该网络启动了重要的里程碑。他们的两个主要的目的是：第一，培育和滋养围绕着 Luxor 区块链与相关协议的繁荣生态系统；第二，推进 Luxor 区块链与相关协议所依托区块链的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此外呢，他们旨在为创新技术的开发提供支持，这些技术将造福于社会和创意经济。质押限制，尽管他们无意通过质押 LYX 积极参与与 Luxor 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但基金会的契约中有一个限制性条款，以防止基金会在网络上成为一个操控性的验证者。这条款规定，基金会质押的 LYX 数量
不能超过整个网络中质押 LX 的总量的30%。如果其他验证者离开了 Luxor 区块链，导致基金会质押的 LX 超过30%的阈值，基金会有义务减少其质押的份额，以确保其低于上述的阈值，减少 LYX 的库存。他们将在 Luxor 区块链上引入一个冻结智能合约 Freeze Smart Contract。 如果 LYX 的流通市值在过去的6个月中的平均值超过20亿欧元，那么该智能合约将会收到基金会当时持有的所有的 LYX 的70%，不包括预留给用户补贴的100万 LYX。 然后智能合约将会在5年内逐渐冻结其中的 LYX 数量，从而将它们从总供应量中剔除，使基金会或任何其他人无法使用它们。如果基金会董事会认为有必要，他们可以从智能合约中提取剩余可用 LYX 的10%。然而，这样的提款只能在创建冻结智能合约或上次提款后的每3个月进行一次。根据我计算呢，如果每3个月进行一次提款，基金会最多能在3年内从冻结智能合约中提取最初放入智能合约的 LYX 的44.5%，因此最低冻结金额为 55.5%。这个智能合约确保了基金会在不需要为生态系统提供资金的情况下，将多余的代币从总供应中移除。网络提案 Luxor 团队呢是由 Foundation 和 LBG 组成的，为 Genesis 验证器提出了3个关于 LX 初始总供应量的选项。请注意，任何人只要拥有至少32个 LYXE 都可以成为 Genesis 的验证器。由于 Luxor 区块链源于以太坊， Genesis 的验证器智能合约位于以太坊的主网上，因此只能使用 LYXE 成为 Genesis 的验证器。在这里呢，我们需要了解 LYXE 在以太坊区块链上表示的 LYX。LYX 呢是通过该项目的 Reversible ICO RICO 发布的。一旦主网启动并稳定运行1个月，就会开始将 LYXE 迁移到了 LYX 的过程。Genesis 验证器呢，在网络启动时将直接拥有作为网络公式层中的质押的 LYX。Genesis 验证器智能合约中的 LYXE 将永久被锁定，作为 Luxor 诞生的见证。注意，如果社区已获得 Luxor 团队难以或无法长期支持 Luxor 区块链以其发展，或使得 LBG 难以履行其对私募或 Reversible ICO 参与者的义务的方式，更改接收地址或他们的相对分布。Luxor 团队将保留与由此决定产生的网络保持距离的权利，并建立启动另外一个网络。Genesis 地址包含初始网络余额的 Genesis 文件 Genesis JSON 将包含2个具有 LYX 余额的地址，第一个就是 Foundation for the New Creative Economies，第二就是 Luxor Blockchain GmbH LBG。 那大部分的 LYX 将分配给 LBG 的地址，因为该实体负责 The LYXE Migration Seed Sale Private Sale 1跟2 Advisors Initial Grants Future Development by LBG。 那总共呢是3756万6482枚。那 Genesis 验证器呢将能够对以下3个关于初始 LYX 供应量的提案进行投票，这也将决定基金会收到的金额。选项1就是最低可以接受的供应量，也就是35 million 个 LYX。 那建议最低供应量为35 million 的 LYX。 那这个数值呢就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处于高度去中心化的分布，但它将限制 Luxor 团队在提供补助和初始用户补贴等方面的资源。在这个选项中，那基金会将会获得大约420万个 LYX， 初始供应量为 12.18%。选项2呢，就是 Luxor 的团队最推荐的啦，也就是42 million 个 LYX。 那这将提供足够的资金长期支持生态系统补贴早期的用户，发放补贴金，并支持开发。在这个选项中呢，基金会将获得大约1100万个 LYX， 初始供应量的 26.8%。 选项3呢，就是当时候的这个方案也就是1个亿的 LYX。 这是2019年提出的初始 LYX 总供应量。那时候呢，市场规模、市场环境以及预计启动Luxor 主网的时间看起来有所不同。这个选项呢，是因为 LBG 在2019年时候呢提出了它，但我们现在不建议使用它，因为它会增加中心化。在这个选项中呢，基金会将获得大约6900万个 LYX， 初始供应量的 69.28%。 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 Genesis Validated Deposit 智能合约。那 Luxor 并非委托权益证明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其中质押参与者呢将负责交给一个中心化的第三方。当你成为一个 Genesis 验证器时，运行网络是你的负责。在第2部分中呢，我们解释了
，Luxor 是基于以太坊技术的网络，与以太坊不同 ，Luxor 将直接作为一个权益证明区块链启动 ，Genesis 验证器集合可以通过以太坊区块链上的 Genesis Validator Deposit 智能合约加入。正如以太坊是从比特币中诞生的，通过从比特币上的以太坊 ICO 交易中生成以太坊 Genesis 区块 ，Luxor 将从以太坊中诞生，通过以太坊收集 Genesis 验证器。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题，在4月20日。1620 UTC 位于以下地址的以太坊 Genesis 验证器存款智能合约，那项目方呢稍后会提供给我们。那 Luxor 呢将会开放 Up， 允许存入 LYXE 和 Validator Key Data。Luxor 区块链需要至少4096个 Validator Key 才能安全启动。一旦我们看到足够的 Validator Key， 理想的情况下是1万多个，我们将会触发 Genesis 验证器智能合约冻结，这将再花多1个星期才能最终冻结，以允许任何最后加入的人参与。这个智能合约允许任何人存入，每发送32个 LYXE 就可以使用存款网站存入一个 Validator Key。那它的网站呢，就是 deposit.mainnet.luxor.network， 大家一定要去到官方网站去提取这个网站哦。那当你生成验证器密钥时啊，请确保在 Luxor WACU Key Generator GUI 中选择网络 Luxor， 或者在 Luxor Key Generator CLI 中使用 Luxor 的标志。那接下来就是意识性投票了，与每个 Genesis Validator Key 一起啊，你可以在交易中提供一个意识性投票。这个意识性投票将允许社区了解其他 Genesis 验证器对初始 LYX 供应量的偏好，稍后在运行网络时，你将能够选择带有实际初始供应量的 Genesis 文件，你希望网络从这个供应量开始，所以这只是一个意识性的投票，而不是最终的执行。存入到这个智能合约的所有 Validator Keys 将组成 Luxor 区块链的 Genesis Validator Set。Genesis Deposit 智能合约冻结后呢，社区将在大约1周后启动 Luxor 区块链 Discovery Month 即将开始。那想要成为 Genesis 验证器，必须注意，此过程稍后需要您使用计算机终端Mac 或者是 Unix 运行一个完整的 Luxor 区块链节点，只有在你有能力这样做的情况下，你才这样去做。不正确的运行你的客户端可能会损害网络，并使你的质押的 LYX 面临风险。未来呢，随着 Dapnode 和其他 Staking Provider 的支持啊，运行 Validator 将会变得更加的容易。要成为 Genesis 验证器呢，你需要在网络启动时运行一个节点，要存入您的 Validator Keys， 按照 Deposit 网站的步骤操作。那以下就是它的这个网站了。那以太坊上的智能合约地址，他们稍后会提供。随后就是 Genesis Validator Deposit 的流程啦。那在 Genesis Validator Deposit 智能合约冻结之后呢，下一步就是网络的实际启动。请准备好你的设备，因为项目方呢很快就会发布官方的网络配置和 Luxor Command Line 页面 CLI。关于测试网呢，在 Genesis Validator Deposit 智能合约冻结之前的几周内呢，官方测试网将启动，这将允许你测试你的设备和 Luxor CLI。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必须关注他们的 Twitter 和 Discord。那我现在呢来说一下我的总结和看法。那这篇文章呢其实已经说了，主网的时间是在5月20号正式开始。那4月20号呢是做 Genesis Validator Deposit， 一定要有至少4090个 Validator 才可以如期的进行。主网呢只是第一步，我个人其实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动向了。在接下来的这几周呢，他们可能会有比较少的新闻，但根据之前 Luxor 的 Founder Marjorie 呢就有说到，之后主网一旦开始啊，他们将会宣布到底有哪一些大公司将会加入 Luxor。相信大家都知道 Nike、Chanel、Fendi 这几个服装大品牌呢都是 Luxor 的 Board Member 嘛，所以跟他们合作的新闻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另外呢，就是关于到时候42 million， 我觉得就是 final decision 了，中的机会非常的大。如果是42 million， 那么就是减少了大约 69% 的代币，算是非常 bullish 的消息了。然而还有一个重点啊，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如果 Luxor 的市值在过去6个月内呢超过了2个 billion euro 的总市值，那 Luxor 的智能合约将会自动冻结项目方的 70% 的，所以在市场流通的 LYX 可能会很少。大概算了一下嘛，如果根据42 million 来计算的话呢，42 million 减掉 11.2 million， 也就是 30.8 million。那20个亿除以 30.8 million，
也就是65 Euro 或者是71 USD。那项目方突然写出了这一句，我个人认为呢，他们是很有信心，价格会涨上去71美金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构成投资的建议。还有我发现几位 Luxor 的 OG 呢，他们其实在4月初的时候就知道4月20号呢就会发布该内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提前知道一些内幕，可以去关注他们。那第一位呢就是 Wolf of Ethereum， 第二个呢就是 Scala。那这一点呢就是 Luxor 最近呢一直给出42的暗示啊。那比如前高点呢就是42美金，那4月20号呢推出了 Genesis Validator Deposit， 那么下一个目标价格是不是会达到420美金呢？那熊市里呢我们还可以找到3倍涨幅的项目，确实有点不容易。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波 Luxor 的涨幅满意吗？我们入场的价格是5美金啊，不到几个月后就涨到了17美金。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视频，给我一个3连。我是必须大马哥，我们下一期见。